大家好，今天这条视频我带大家从零开始，在 Windows 上从源代码级别编译安装 OpenClaw。很多朋友装到一半就报错，权限不对，打包不了。我把所有坑一次性踩完，跟着我走，一遍成功。装好之后，你还能直接用它连接免费 Ollama 大语言模型，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还是云端大模型，都能一键接入，真正实现本地云端双模型自由。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那第一步，我们需要先下载这3个软件，一个是 Git 2.5.3.0，一个是 Node V24.14.1，一个是 OpenClaw 最新版本的源代码。我们先双击这个 Git 的安装程序来安装 Git。那这个安装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直观的，只需要点 Next 就可以。当你看到这个页面，就证明安装好了，点击 Finish。我们再双击这个 Node.js 的安装程序，安装 Node.js， 也是一路点击 Next， 在这选择一下 Accept， 点击 Finish， Node.js 也已经安装好了。现在我们在 Windows 的搜索栏输入 PowerShell， 然后右键单击 Windows PowerShell 这个应用，点击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 Windows PowerShell。那到这个里边，我们运行命令 Git 2/version。那显示 Git version 2.5.3.0 Windows， 证明 Git 装好了。再运行命令 Node version， 显示 V24.14.1， 证明 Git 和 Node 在这个 Windows 上面都已经安装好了。安装 Node 的同时，也安装好了 npm。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npm 的版本。我们运行命令 npm:\\v 回车，那出现了一个错误信息。这个错误信息说是 security error， 是安全错误。我们只需要运行这行命令 set_execution policy:_remote send:_scope:_current user， 在它的提示信息里边选择 A， 也就是全是。我们再运行一遍 npm-v 回车，那个错误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们要从 OpenClaw 的源代码来安装 OpenClaw，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 PNPM。我们运行这行命令 npm:/install:\PNPM， 就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当你看到这个信息 PNPM 就已经安装好了。我们运行一下命令 PNPM:\v 来看一下 PNPM 的版本 10.33.0。我们再运行命令 pnpm:/install 来安装依赖，下载所有需要的资源库。这个错误信息是因为我们当前不是在 OpenClaw 的源代码目录下运行 pnpm:/install 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 OpenClaw 源代码的压缩包解压缩，点击全部解压缩，点击提取。解压缩之后，我们打开这个源代码的目录，然后在浏览器的地址栏把这个路径拷贝下来，再到 PowerShell 里边导航到这个路径。现在我们再运行命令 pnpm:/install， 得稍微等待一下，它就会下载这个安装需要的依赖的库和包。当你看到这些信息，就证明 pnpm:/install 这个命令执行成功了。现在我们再来运行命令 pnpm:/ui:\build 来编译前端界面。这个命令运行很快，当你看到这个信息就已经运行成功了。我们再来运行命令 pnpm:/build 来编译主程序。当你看到这些信息，就证明这个命令运行成功了。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 OpenClaw 的源代码目录下看到一个目录叫 dist， 那这个目录下的内容就是我们编译好的 OpenClaw 的应用程序里边的文件。那现在我们来到任何一个目录下，比如说我 cpandawork 目录下，右键单击，点击新建，点击文本文档，点查看，点显示，点击文件扩展名，那这样它的扩展名显示出来了。我们把这个文件的名字改成 OpenClaw， 把它的扩展名改成.cmd， 现在它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了。我们右键单击 OpenClaw.cmd， 点击在记事本中编辑，就在记事本中打开了这个文件。我们在记事本编辑器中输入这行命令 @node:， 那后边是一个文件的地址，那这个文件的地址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OpenClaw 应用程序的 index.js 文件的路径。那这个路径我们可以来到这里获取。首先来到我们 OpenClaw 的源代码目录，打开 build 的时候创建的 dist 这个目录。那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index.js， 我们右键单击它，点击复制文件地址。地址复制好之后，再回到这个文本编译器里面，把这个地址拷贝过来。但是你会发现它多了2个引号，你把前面这个引号跟后边这个引号给它去掉，那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保存。现在我们再回到 cpandawork 目录下，右键单击 OpenClaw.cmd， 点击复制文件地址，然后右键单击此电脑，点击属性，点击高级系统设置，点击环境变量。那在打开的环境变量窗口的系统变量里边，
点击 Pass， 点击编辑，点击新建，把刚才拷贝的那个 opencloud.cmd 的地址拷贝进来。大家注意一下，里边这个地址只是留到 C 盘的冒号斜线 work， 不要把在下边 opencloud.cmd 放进去就可以了。那这样，当你在命令行里边输入 opencloud 这个命令的时候，它就会在 C 盘的 work 下边去找 opencloud.cmd 这个命令，点击确定，关闭设置窗口。现在我们再以 Windows 管理员的身份打开一个 PowerShell 窗口，我们在这个窗口里边运行命令 opencloud 回车。当你看到这些信息，就证明你可以通过 opencloud 这个命令来执行 opencloud 这个程序了。我们执行这行命令 opencloud onboard航线install 航线 daemon， 那这个命令就会对这个 opencloud 进行初始化，并且配置 opencloud gateway。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就比较熟悉了吧？ opencloud 的配置都是这样。第一个选项我们用左右键选择 yes 回车。那现在让我们选择一下大模型的提供者，那我选择 Ollama， 选择 Cloud 加 Local。回车之后，它就让输入本地安装的 Ollama 的对外的地址。那我这个 Ollama 是在我的 Windows 物理机上安装的。我们先到物理机上来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多少。我们在 Windows 物理机上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然后运行命令 ipconfig。那在下边就能够看到我这个主机的 IP 地址是 192.168.204.1。我们在 Windows 物理机上打开 Ollama 这个程序，点击左边的 Settings。那右边有一个选项叫 Expose Ollama to the Network， 这个选项必须打开，这样我们才能在虚拟机里边访问到这个 Ollama 服务。现在我们再回到 Windows 虚拟机里边的 opencloud 配置界面，然后把这个 Ollama 的 IP 地址改成我们刚才看到的 Ollama 服务所在的 Windows 主机上的 IP 地址，也就是 192.168.204.1。Ollama 的 base URL 呢后边加上个冒号11434，回车。到这个界面就是 Ollama 提供的大语言模型了。那这个后边有冒号 Cloud 的，就是 Ollama 提供的云端的语言模型，这个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当然有一定的免费限额，但是我觉得自己用基本就够用了。比如说我们选择 Kimi K2.5 冒号 Cloud 回车，在这个 Channel 配置里边，我们先选择 Skip for Now， 先跳过这个选择。在 Search Provider 里边，我们就选择 Ollama Web Search 回车。Configure Skills Now， 现在是不是配置这个技能？那既然是推荐的 recommended， 那我们就选择 Yes。我们随便选一个技能，按空格选中它。Google API Key 没有就 No。OpenAI API Key 也是 No， 基本都是 No。Hooks Skip for Now， 它就开始安装这个 Gateway 服务了，在后边会启动一个窗口，这个就是 OpenCloud Gateway， 待会儿会显示一些实质数据。当你看到这些信息，就证明这个 OpenCloud 的初始化设置已经完成了。这个 Ctrl UI 这部分的信息你最好保存下来，然后我们拷贝一下这个 URL， 复制，然后打开一个浏览器，在里边输入 URL。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 OpenCloud Web UI 的管理端，你在这里边就可以跟你的小龙虾聊天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管理端，这儿显示使用的是云端的 Kimi K2.5 的大模型。我们可以问他一句话，我们问他这句话：你好，你使用的是什么大模型，在哪里运行？我们点击发送，它这个整个流程是发送之后，这个 OpenCloud 就会连接我们在我的物理机上安装的那个 Ollama 会使用 Ollama 的云端的 Kimi K2.5 的大模型，接收这个命令，执行思考，最后返回信息，返回到你这个 OpenCloud 小龙虾上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现在它返回结果了。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